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节目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六字弥陀圣号的一些内容。在正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你也许未曾听说过六字弥陀圣号，但你一定知道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是梵语的音译，由南无阿弥陀佛三语连接而成。南无是归命信受的意思，以及疑心消除，完全归顺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。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，此佛有无限量的功德能力，而以无限量的寿命与无限量的光明作为代表，所以又名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。佛是觉者的意思，以自己觉悟也能使他人觉悟的觉行圆满之圣者。阿弥陀佛的寿命无穷无尽，没有限量，在时间上救度任何时代的众生；又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无边，没有限量，照遍宇宙中无穷无尽的世界，在空间上救度任何地方的众生。阿弥陀佛又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，他发愿要救度每一位众生。而南无是众生归命于阿弥陀佛的信心，阿弥陀佛是佛救度归命众生的力量。众生归命的信心不是众生自己所发，而是阿弥陀佛救度的悲愿彻入众生的内心，而成为归命的信心。一即众生南无之心是阿弥陀佛全体的显现，所以信受的众生与救度的佛是一体的，此谓之机法一体，所以得名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是万种功德的结晶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。它是生死苦海中的慈航，是漫漫长夜里的明灯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则故事，体会一下念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大威神力。在古代有一个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很愚痴，可是他的太太却很聪明，而且是学佛念佛的人。婆罗门先生愚痴，而且喜欢杀生吃肉，他太太劝他念佛学佛，他说他没有那种智慧，念不来。但这位婆罗门对他太太却是百般疼爱，所以他太太就借这种机会说，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先来念佛，之后再睡觉，并且对他说，我要你跟我学佛，你不答应，那么你要求我的，我怎么好答应你呢？本来夫妻就像比翼鸟，要同心同愿同行，所以他的先生就不得不在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打铜器一起念佛。过了3年，这个愚痴的婆罗门因为造恶业的缘故堕落到地狱去了。刚好地狱的鬼卒手拿铁棒打地狱鬼魂的时候，无意中打到油锅的边缘，当的一声，这个婆罗门听到这一声，因为生前听到铜器声就念佛，形成一种习惯了，不由自主念出一声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声佛号一念出来，附近的鬼魂刚一听到，立刻就离开地狱，往生去了极乐世界。这事儿当下惊动了阎罗王，阎罗王就把他放回阳间。这个婆罗门回到阳间述说这件事，大家都非常惊讶赞叹，所以当地念佛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多。这个婆罗门回阳来还念了一首偈说，若人造多罪，应堕地狱中，才称弥陀名，猛火未清凉。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在阳间造了种种罪业，当然就会堕落地狱。在地狱中，如果有人称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听到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当下地狱的猛火，甚至刀山剑树油锅这些痛苦都会立刻变得清凉，并且直接从地狱解脱。由此可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威力有多大。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总结了10点念诵南无阿弥陀佛的益处，希望对大家以后的修行能有所帮助。1. 念佛号之人常得一切天神隐形守护。天道中的一切天神都尊重佛法，看到念佛人都欢喜赞叹，冥冥中加以保护。因此念佛的人不求消灾免难，自然消灾免难；不求家庭平安，家庭自然平安。这对念佛的人说不过是现世获得的小利益，对天神说也是积累功德，双方均有利益。2. 念佛号之人常得一切菩萨常随守护。菩萨的任务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所以时常分身无量，游化十方，普度有缘人。念佛众生和诸佛菩萨有缘，众生在生死苦海中一心称名，是向佛菩萨发出的呼救声。所以古德说，生死海中念佛第一，称名求救是因，菩萨寻声救苦是缘，因缘和合，感应道交，自然逢凶化吉，离苦得乐，这就是果。
从古到今，许多有缘众生由于遭受厄运苦恼而称名号，由于称念名号而转危为安，也由于获得念佛的利益而生信发愿，求生净土，见佛闻法。3. 念佛号之人常得诸佛昼夜护念，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。阿弥陀经中记载，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念佛的人受到一切诸佛的保护和惦念，由于诸佛保护和惦念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所以他们修行的心能永不退转，直到得着佛的智慧。这样的话，就算这一世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但既已种下善根，就不会退转，一定有一天会往生净土，见佛闻法。而阿弥陀佛放光摄受的意思是，阿弥陀佛又称为无量光佛，佛的智慧之光横遍十方，超越空间。佛的光明比太阳的光大1000亿倍，太阳的光一道墙便隔断了，佛的光明却无所不照，任何东西也阻隔不了。阿弥陀是无量光寿，是佛的法身，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。念佛的人业障消除，身心清净，心头清净，即心是佛。4. 念佛号之人光明烛身，40里之遥，一切恶鬼皆不能害，一切蛇龙毒药悉皆不受。人人本具的常住真心像一面大圆镜，能照天照地，具有无量光明，但被多生尘垢蒙蔽，晦暗无光。一句佛号是消除妄念的净化剂，妄念消除，星光显露，身放光明可达40里之远，这是真实不虚的。5. 念佛号之人，水火冤贼、刀剑牢狱、横死往生，悉皆不受。五浊恶世的众生，种种恶难苦恼层出不穷。这里列举水灾、火灾、冤对、强盗、枪炮、牢狱，以及遭受横祸冤屈而死或枉堕恶道等。其实灾难远不止此，不过举这些作为代表罢了。贪、嗔、痴三毒是万恶的根本，是灾难的根源。念佛的人念念清除三毒，消除烦恼，不求消灾免难，自然消灾免难于无形。平时能一心称名念佛，到紧急关头，我们自性中的弥陀自会救护弥陀心中的众生，让他逢凶化吉。如果平时不念佛，到灾难临头时，内心恐慌张惶，六神无主，很难想起念佛。还有念佛的秘诀就是至诚恭敬。印光大师曾说过，有1分恭敬则消1分罪业，增1分福慧；有10分恭敬则消10分罪业，增10分福慧。6. 念佛号之人，先所作业悉皆消灭，所杀冤命彼蒙解脱，更无执对。我们无始劫以来造下的恶业无量无边，如果罪业有形状有体积的话，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了，所以常劫受苦不能出离。妙空师持名48法中曾说，就一时之苦布施为吉，就万劫之苦念佛为要。佛经说，至心念佛一生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。对于过去所杀害的冤命，我们应当至诚恳切地称念佛名，解冤消劫，使他们能蒙佛慈悲加倍，往生善道，自然化仇为恩，转祸为福，无形中消除寻仇报复的恶报。7. 念佛号之人，夜梦正直，或梦见阿弥陀佛圣妙色相。梦境是唯心所现，欲念重的人多淫秽梦，嗔心重的人多恐怖梦。念佛的人身心清净，夜眠安稳，不会做噩梦邪梦。还有上床后默持佛名或静听念佛磁带，可以养心安神，既能对治失眠，又可消除噩梦。如在梦中遇到恐怖镜像或出现梦魇时，一称佛名，顿时化为乌有。老实念佛，绵密用功，妄想逐渐消除，星光逐渐显露。众生心静则见佛，佛无时无处不现身。水清月自见，这样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殊胜的庄严妙相。8. 念佛号之人，心常欢喜，颜色光泽，气力充盛，所作极利。娑婆众生身为苦本，一生多在惊恐、怨愤、忧愁、痛苦中度过。只有念佛的人，内心清净，一心念佛，随缘消业，不被境转，内心充满法喜，容貌充实光辉，疾病自然消除，健康长寿，不求自得。
这只算是念佛的副产品。念佛的人诸佛欢喜，龙天拥护，善缘增长，所做的事必然吉利。9. 念佛号之人常为一切世间人民恭敬、喜欢、礼拜。念佛的人内心清净，和气迎人，广结善缘，助人为乐。孔子说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爱人者人恒爱之。种这样的因，结这样的果，受到人们的恭敬、欢喜、礼拜，这是必然的事。10. 念佛号之人临命终时心无怖畏，正念现前，得见阿弥陀佛与诸圣众，持金莲花，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死亡是人生最悲痛的事，也是人人都逃不了的。在临命终时，拥有无上权势的帝王，拥有亿万资产的豪富和一无所有的叫花子都是一样的。那时手中的权势和财富丝毫都帮不了忙，只有念佛的人，这时才能无留恋、无恐怖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同时必定蒙佛接引往生联邦，从此超凡入圣，直至成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与补充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